美国家长最怕的是什么？答案是 Roblox。 My kids are obsessed with Roblox. 2021年 Roblox 曾以元宇宙第一股的名号登陆纽交所，随后股价一路暴涨，市值一度超过 EA、动视暴雪等等游戏大厂，跻身美国最值钱的游戏公司之列。虽然之后随着元宇宙泡沫的破裂， Roblox 的市值曾经一度蒸发 80%， 但最近1年来 Roblox 却出现了奇迹般的复苏，不仅活跃用户暴涨，股价连续翻倍，市值甚至还重新超越了它元宇宙的巅峰时期。然而在股价狂飙的另一面，是它所面对的沉重的安全指控。就在上周五，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对元宇宙第一股 Roblox 提起诉讼，指控这家估值近1000亿美元、日活跃用户高达 1.1 亿的游戏平台正在成为恋童癖等犯罪分子的温床，认为它在追求高速增长的同时，忽视了最基本的儿童安全防护。当天 Roblox 的股价也应声大跌超过 6%， 给它最近高歌猛涨的涨势按下了暂停键。实际上在美国Roblox 已经不只是一款游戏这么简单了，它可以说是儿童青少年们的学校之外的第二个社交世界。根据儿童媒体研究机构 Dubit 的数据，在13到24岁的美国青年群体中，约有一半都是 Roblox 的忠实用户，而对于在2010年之后出生的 Alpha 时代儿童，这一比例更是上升至了 65% 之高。可以说对于美国青少年而言，你要是不知道不玩 Roblox， 你几乎就是一个被视为另类的存在。在这个拥有数千万个虚拟世界，几乎垄断了青少年虚拟社交的平台上， Roblox 拥有着巨大的流量与活跃度。而最近好不容易涅槃重生，重新回到舞台中央的 Roblox 也正在被更大的争议声所包围。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Roblox 是如何走出元宇宙泡沫的废墟，重新获得资本市场的宠爱的？这波看似与 AI 无关的逆袭，和我们正在经历的 AI 大潮有没有什么暗线相连呢？而爆发式的增长背后，又是否意味着以儿童安全为代价呢？Hello， 大家好，我是硅谷101的联合创始人陈倩。这期101 Weekly 视频，我们就来聊聊 Roblox。那 Roblox 到底是做什么的呢？实际上，它不是一家传统意义上的游戏公司，不是靠着1-2款爆款游戏维持运营的，而是一个开放的游戏平台，一个任何人都可以动手搭建虚拟游戏世界的乐高宇宙。怎么理解呢？你可以把 Roblox 想象成一个园游会的主办方，它提供场地，确定园游会主题风格，但它自己不摆摊位，而是开放给其他人来设摊、套娃、射箭、投篮等等。在这里，用户既是玩家也是创作者，也就是说，用户既可以去别人摊位上玩游戏，也可以自己来摆摊赚钱。作为玩家，你可以在 Roblox 上面玩到世界上几乎所有类型的游戏，格斗类、解谜类、角色扮演等等，守望先锋、CES、模拟人生等各类热门大 IP 的低配版你都可以在上面找到，而且随时随地在手机、电脑、iPad 等各种设备上都能玩上。那同时作为创作者，你也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设计和发布自己的游戏，在平台里赚钱。那请注意这里的赚钱并不仅仅只是一点零花钱而已，而是能够高达上100万美元。在 Roblox 里面有一种叫做 Robux 的游戏货币，这是一种类似于 Q 币的东西，玩家可以花钱购买 Robux 在游戏里消费，也可以通过开发自己的游戏来赚取 Robux。而与 Q 币不同的是， Robux 可以通过 Roblox 官方的开发者兑换计划 DevX 换回现实世界的货币，目前一个 Robux 可以兑换的价格大约等于 0.035 美元。那如今小朋友们除了疯狂氪金充值之外，也有不少的玩家已经在 Roblox 上面通过开发游戏赚取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比如说一位叫做 Alex Belfans 的玩家，从9岁就开始尝试用 Roblox Studio 创作游戏。17岁的时候，他在 Roblox 上面发布了一款名为 Jailbreak 的追逐类游戏，瞬间爆火。靠着游戏里的皮肤道具的售卖， Alex 从这个游戏里面赚取了超过100万美元，全额承担了自己上杜克大学的学费。另一位名叫 Anne Shoemaker 的女孩，她从13岁开始在 Roblox 上自学制作游戏，2022年发布了一款时尚换装游戏 Mermaid Life，5个月之内就给她带来了将近50万美元的收入。此后她成立了自己的游戏工作室，目前团队人数已经超过了20人。而对青少年来说这是一种游戏加社交加编程加赚钱的混合体验，一旦上手就会让他们欲罢不能。
相比起传统手游，它的吸引力不在画质，而在自由度，可以去创造，也可以去社交，可以打怪，也可以种菜，可以一个人独自沉浸，也可以和朋友们组局开黑。我们采访了 Unity 游戏引擎资深开发者 Ripple， 他说相较于 Unreal 还有 Unity 这类专业性更强、门槛更高的游戏引擎来说， Roblox 的自研引擎呢更加的简单轻量化，非常适合没有游戏开发经验的青少年。同时呢 Roblox 还花费了数年时间构造了一个完整的闭环跨平台的游戏生态。传统游戏开发，比如说你要做一个跨平台的一个游戏，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比如说你开发移动端和 PC， 它首先会有一个服务器上面不一样的一个操作。比如说一个比较经典游戏王者荣耀，你哪怕就是 iOS 跟安卓的操作系统，它登录上去的时候都会有区别。Roblox 它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在不同的平台上面登录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你只要有一个账号就可以了。它也不需要去做一些性能优化呀，也不需要去做一些这种渲染的开发。所以说未成年的话没有太多的游戏开发经验，他也可以去做游戏开发，并且大部分都是一些换皮的游戏，其实开发起来可能时间就几天或者说几个星期就能开发完一个游戏，这是它的一个优势吧。不过呢，这套靠熊孩子们创作驱动的产品逻辑，在商业化之前一度并不被资本市场所看好。直到2021年呢，事情呢迎来了转机。那一年，元宇宙成为全球最热的科技概念 ，Facebook 改名 Meta， 虚拟地产在 Decentraland 里面飙到几百万美元，虚拟世界的每一块地、每一张皮肤都成了炒作标的，而 Roblox 恰好提供了一个已经跑通的真实有人参与的虚拟经济模型。乘着元宇宙和新冠疫情的登峰， Roblox 在2021年3月以元宇宙第一股的身份在纽交所上市，开盘当日市值就突破了400亿美元，随后一路高涨，到年中已经突破800亿美元，成为美股游戏板块的新王者。那彼时的 Roblox 还被视为元宇宙最现实的落地样本，它有用户、有内容、有交易、有成长性，还自带青少年人群这个未来最有消费力的用户池。然而热潮退去的比想象中更快。2022年开始，元宇宙概念逐渐降温，投资人开始质疑 Roblox 的增长是不是只是炒作驱动，它靠着卖皮肤和小游戏分成，真的能撑起近1000亿美元的估值吗？与此同时，疫情带来的宅家红利消失， Roblox 的用户增长也逐步放缓，关键财务指标频频低于市场预期。雪上加霜的是 Roblox 高昂的内容审核成本和平台安全问题也在不断暴露，叠加亏损扩大，监管压力增强，市场的情绪迅速从信仰转为撤退。 Roblox 股价从高点一路狂泻，从巅峰的134美元跌至最低不到20美元，几乎被贴上了泡沫破灭的标签。Roblox 从神坛跌落只用了不到1年，而在接下来的2年当中，它似乎呢也没有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新故事，直到2024年第2季度之后，转折呢才悄然发生。那在2024年中旬， Roblox 的股价在沉寂许久之后呢，开始了长达1年的上行曲线。这一波反弹的起点呢，并不只是靠宏观行情的顺风，而是呢平台内部的一系列的变化信号，让市场重新看到了它的增长潜力。那么第一个信号呢，来自于一款爆红的 UGC 游戏，叫 Grow a Garden。这款由16岁的创作者独立制作的农场模拟游戏，今年3月在 Roblox 上线之后，迅速登顶平台热门榜。Grow a Garden 的游戏玩法并不复杂，可以说是 3D 升级版的 QQ 农场，但它抓住了年轻玩家爱社交、爱装扮、爱收集的心理。低门槛的操作，持续升级的成就感，加上 Roblox 的好友邀请机制，一个人玩很快就能带动一群朋友加入，从而形成了滚雪球式的传播效应。根据 Roblox 官方数据， Grow a Garden 上线当月的总游玩次数就突破了3亿，自3月起已经有大约210亿的访问，还在6月刷新了单个游戏2200万人同时在线的吉尼斯全球纪录。而第二个信号呢，是用户增长曲线的再次加速。在经历了2021到2023年增速放缓之后， Roblox 从2024年第3季度开始的日活跃用户 DAU 稳定上涨，此后几个季度这一趋势持续强化，到最新一个季度，日活已经突破了 1.1 亿大关，同比增幅超过 40%， 用户使用时长更是达到了274亿小时，同比大增 58%。 除此之外呢， Roblox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财务指标，叫做预约收入 Bookings。Bookings 指的是 Roblox 用户在一定时间内购买的全部虚拟货币 Robux，
会员订阅费以及其他平台付费项目的总金额，可以理解为已经收进来的钱，但还没有完全确认为营收，提前反映未来营收的增长潜力。最近1年来 ，Roblox 的 Bookings 指标超预期快速增长，2025年第2季度达到14.38亿美元，同比飙升51%。最新的财报当中 ，Roblox 的自由现金流全年指引在10亿美元以上，也稳定改善了投资者对长期亏损的担忧。那么第3个信号来自于创作者端的收入数据。根据 Roblox 披露，到2024年年底，已经有超过100位开发者年收入突破了10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是独立或者小型团队。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 Roblox 的虚拟经济闭环正在稳定运转，玩家的付费意愿提升，创作者的收益回报可观，平台抽成与内容生产形成了良性循环。可以说，这是一种生态自我强化的信号，更多的收入吸引了更多的创作者，又靠着更多优质内容吸引来了更多的玩家。那么连续超预期的财务表现也意味着Roblox 的增长呢，不再是偶发的爆款驱动，而是平台活跃度、内容产出、用户付费意愿同时提升带来的系统性改善。Moneyful 的分析师 Matt Frankel 就表示鉴于目前 Roblox 生态所呈现的活跃程度以及呢各项关键的财务指标的亮眼成绩，突破10亿注册用户的目标呢，应该是指日可待的。The recent increase in the average age of the user base is encouraging to me. They're not just the kids platform anymore. They're starting to, go teens and young adults and things like that. The metaverse market itself is supposed to grow from about $84 billion last year to over $1 trillion in a decade. And Roblox has a big advantage as one of the first movers in the space. 在投资者看来 Roblox 已经完成了从低谷到复苏的关键一步，它不需要依赖元宇宙的炒作，也能够交出漂亮的增长曲线了。而在当前的 AI 浪潮之下， Roblox 还在尝试呢为平台注入新的增长引擎，它的创作工具、分发机制和虚拟经济正在与 AI 技术产生越来越多的交集。早在2023年年初 ，Roblox 就明确提出要让平台上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的目标。作为一个 UGC 的平台 ，Roblox 已经有足够强大的基础建设与生态环境，但现有的工具对于庞大的青少年开发群体来说，还依然不够傻瓜。Roblox 在2023年9月推出了 Roblox Assistant， 不仅能够回答开发者关于 Studio 的各种问题，还能帮忙写代码、修改逻辑，用简单的指令改变游戏场景。紧接着就推出了 Roblox Cube， 让创作者能够用一句自然语言就能生成 3D 模型，比如一把复古的木椅或者一台科幻风的咖啡机，几秒钟就能在场景中使用。与此同时 ，Roblox 还在持续研发文本生成 4D 模型，让 AI 直接创造出带有物理属性和互动行为的动态物体。过去呢，这些资产需要用专业的建模软件制作，再导入到 Studio 里面，而现在在 AI 的助力之下呢，零建模经验的人也能够瞬间产出资产，从而大幅度缩短了制作周期。除了开发之外 ，AI 的触角也延伸到了玩家的体验当中。Roblox 正在开放更多的 AI 接口，让创作者可以直接在 Roblox Studio 里调用比如说 ChatGPT、Gemini 等生成式 AI 工具，为自己的虚拟角色添加对话与情景反应。如此一来 NPC 不再是一遍遍重复固定的台词，而是能够理解玩家指令，并且基于上下文做出回应，让虚拟世界变得更加的沉浸和生动。在平台的分发和变现环节 AI 同样发挥着作用。根据分析玩家的行为和偏好， AI 让搜索和推荐更加的精准，让玩家更容易找到自己喜欢的内容，广告投放也因此变得更加智能，可以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场景里触达最可能产生转化的用户。对于 Roblox 来说呢 ，AI 带来的是生态能力的全面升级它降低了创作门槛，提升了内容质量和互动深度，还优化了分发与变现的效率。那么这意味着平台不仅能够吸引更多的创作者和玩家，还能够在虚拟经济当中释放更大的价值。也因为 Roblox 在 AI 领域持续布局，最近几个季度，多家市场机构开始纷纷上调对于 Roblox 的预期，明确将AI 工具与爆款游戏驱动的增长动力作为它提升估值的关键因素。如果要分析 Roblox 最强的护城河，那一定是它自己构建的从底到顶完整自洽的生态闭环。它不只是一个游戏平台，而是同时掌握了底层基础设施、云托管服务、开发工具、创作者经济系统的综合体，所有关键环节几乎都由 Roblox 自己掌控。这意味着创作者在 Roblox 上面从构想到发布都无需跳出平台。这种全链路自由体系带来的好处是 UGC 生态的高活跃度与稳定性，创作者
者和玩家都被锁定在同一套规则和经济循环中，平台不只是内容的展示橱窗，而是整个生产、分发、交易、再生产的闭环工厂。正因如此 ，Roblox 的 UGC 内容池呢也不断的扩张，迄今呢已经拥有数千万个可玩的虚拟世界，形成了难以被直接复制的竞争壁垒。在这样的基础上 ，AI 技术的引用有了更大的意义。它不是孤立的一个新功能，而是直接嵌入到这条自有的 UGC 生产链条中，帮助它跑得更快，产出更多，质量更高。当然 ，Roblox 背后还有巨大的阴影。首先，在技术端，虽然 AI 工具的加入被寄予厚望，但距离真正人人可用的程度还有差距。不少开发者在社区吐槽 Roblox Assistant 有时候生成的代码无法直接运行 ，Cube 3D 生成的模型在细节和优化上也经常需要2次打磨。而更刺耳的声音来自于监管和公众。Roblox 的核心用户群呢是儿童与青少年，这既是它的优势，也是它巨大的风险所在。平台的沉浸性和强社交属性，让一些用户每天在游戏中花费大量时间，甚至出现了盗刷父母信用卡购买 Robux 的情况。自 Roblox 成立以来，类似的投诉和家长的抱怨不绝于耳，已经多次登上媒体和社交网络。而更糟糕的是 ，Roblox 正在成为儿童犯罪的温床。在它1.1亿的活跃用户中，有近40%是13岁以下的小孩。面对如此庞大的儿童用户群体，路易斯安那州此次的诉讼文件中明确指出 ，Roblox 的匿名机制、虚拟货币交易以及安全监管漏洞，把儿童暴露在了极度危险环境下，为不法分子创造了可乘之机。而在此次诉讼前 ，Roblox 正深陷于义务警员的争议。所谓的义务警员，指的是一些玩家或者博主自发伪装成未成年人来钓鱼揭露潜伏在 Roblox 平台上的儿童犯罪者。其中现年22岁、拥有超过90万订阅粉丝的 YouTuber Schlaf 就是最知名的一位。根据 Schlaf 自己表示他儿童时期就曾经在 Roblox 上遭遇过有害诱导，从而造成心理创伤。如今他通过聊天取证，已经帮助警方逮捕了6名嫌疑人。他将他与犯罪者的聊天全过程都发布在了 YouTube 上，整个过程让人触目惊心，进而引发了大量关注。但就在这个月 ，Roblox 用违反平台规则为由，直接封禁了 Schlaf 的 Roblox 账号，被网友们集体声讨。不仅如此 ，Bloomberg、Hindenburg Research 等机构此前也相继发布研究，指出 Roblox 平台上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包括存在公开社群交易儿童性内容、成人主题游戏、成人聊天室，以及 Roblox 公司内部曾经因为担忧用户活跃度的下降而削减安全预算等等。从元宇宙第一股的高光到跌落谷底的低迷，再到今天资本市场的再度宠爱， Roblox 的成长故事看似是一段关于创新与韧性的传奇。但无数家长的投诉、各种机构的调查、路易斯安那的诉讼，却让我们不得不正视它的增长并非没有代价。当一个平台以让孩子们创造和玩耍为名，却一次又一次陷入儿童安全的风暴时，我们必须要追问，这样的增长是否可持续？它能否承担起属于孩子的乐园真正的责任呢？ Roblox 的未来也许仍然会因为 UGC 和 AI 的繁荣而继续高歌猛进，但如果无法在利润与保护之间找到平衡，那么它留给整个社会的或许不是虚拟世界的奇迹，而是一场难以承受的安全危机。好了，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101 Weekly 轻量级的视频系列，10分钟带你关注硅谷热点话题和科技趋势。关注我们的账号，不要错过更新哦。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啦，拜。